手机使用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基本上24小时用了25个小时。我这周5个钟头，日均有6个多小时，差不多有6到7个小时吧。他说多少来着？比你估计的还要长一些，是吧？对，那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可以2个手机。对，相对于出门玩和玩手机的话，我选择玩手机。手机也很方便，可以支付很多东西。台湾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不上班的时间为什么不出去玩？没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不知道的，一会儿可以打开自己手机的设置，看看这周屏幕使用时间。估计有些人会吓一跳啊。先说我自己的啊，8小时55分钟。一开始看到这数字，我自己都不太信啊，翻了翻，甚至看到有个别日期超过了10个小时。本期小白测评线上线下调研了近2500人啊，咱们尝试管中窥豹一下，聊一聊手机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时间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庄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个大的调研，本期我们拆成3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人们现在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第二个是，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玩手机，那么都在用手机干什么呢？第三个是，估计你之前也见到过的一个类似于社会讨论啊，就是现代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戒手机呢 ？OK， 第一个人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根据2022年移动状态报告，国人平均每天用手机的时长接近5个小时。屏幕前的小伙伴超过这个数字的可以扣分1，没超过的可以扣分2啊。我们自己在今年做的这次调研，收到了近2500份的有效问卷。首先感谢参与的各位小伙伴们啊！问卷群体90%以上都是学生和上班族，大家每天手机使用时间最多的这个区间是3到5个小时，有776人啊。不过第二区间5到7个小时这就比较长了啊，也有630人，而且有103人10个小时以上。确实厉害啊！使用时长排序中最高的是通信类的软件。总体调研结果与2022年的移动状态报告也是相吻合的。这次我们还进一步调查到啊，大家日常空闲时间，也就是可以自己支配的这个时间啊，每天差不多是3到7个小时。当然这跨度有点大啊。而手机使用最多的时间也是集中在这个区间。而且大家注意看这2条曲线啊，都是比较相似的。感觉现在大家有多少空闲时间，就是玩多长时间手机啊。甚至有小伙伴啊，玩手机的时间比自己的空余时间还要多。这上班上学摸鱼无疑了。还有一个问题是，睡前一般大家玩多长时间的手机啊？你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看看大家的情况。我自己一般是2个小时左右，调研中最高点呢是1个小时，有8个老哥竟然不睡觉啊，一直在玩手机，不知道真假啊。反正要说一句，老哥要注意身体。OK， 线上结束，我们专门由线下到了学校、商场和公园，随机采访了一些正在使用的人群，学生、上班族、宝妈、老人啊都有覆盖。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平时一天下来手机使用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基本上24小时用了25个小时吧。7、8个小时肯定有。7、8，你呢？跟你也是差不多。觉得自己一天下来用手机时间会有多长？我觉得我们蛮长的，因为我们是在做那个直播的，大概11个小时以上。大概7到8个小时。我这周5个钟头。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可能在2个小时左右吧。日均有6个多小时。没有意识到会这么长时间。大概每天10个小时左右。你觉得比你估计的还要长一些，是吧？对，看看看，有点长。可以让我看一下吗？我看一下，8个小时，就平均每天8个小时。不看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就比你想象中的还是要长一些。差不多有6到7个小时吧。他说多少来着？除了睡觉8个小时以外都在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使用时间吗？验证一下。好，谢谢。那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啊，可以看一下。2个手机。你觉得你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多长呢？很长，除了睡觉，基本上都要用手机。我有一次用了5个小时，他说你再不能用了。4个小时。一般的5、6个小时。5、6个小时。当天的受访者中，所有人的屏幕使用时间都超过了3个小时啊，大部分都在6个小时左右啊，这个是比我预想的还要高一些的。一开始我以为线上会多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能感知到啊，这个因为无论是地铁、餐厅或者这个走在路上啊，大家基本都在低头看手机啊，手机基本上占据了很多人90%的碎片化时间。OK， 来到第2个问题，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玩手机，那么现代的人们都在用手机干什么？因为带小孩看不了电视，所以手机比较方便又好拿，然后他也看不到。一般都是拿来干什么呢？手机就是浏览各大的社交软件，然后看一些资讯，然后有时候上课看 PPT 啊，或者说工作的时候也会用到。本来就很需要手机，我的24小时待命了，有通知来了或者是收发讯息什么的，这手机本来也很刚需。主要还是因为便携吧，因为电脑 pad 就算你能随身携，但你不能随时掏出来，但手机就可以。是一般是用手机都是处理工作上面的东西吧，然后嘛就是录 TikTok 还有那 IG， 对，然后做影片，所以时间会拉很长。你会更喜欢刷手机多过出去玩什么的吗？到外面也是会想要滑手机啦，对，无聊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等待的时候就会想要滑手机。你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因为手机中毒了啊，是因为太方便了是吗？对，打开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来大陆更方便就是他付钱什么都只要手机就好了，完全都不用现金对，手机也很方便，可以支付很多东西。台湾就没有那么的方便。智能手机首先作为一个工具，能解决
决人们生活工作中绝大部分的事儿啊，比如说开会啊、付款啊、娱乐啊、出行啊、社交啊，样样都离不开它。采访里也有提到啊，这个学生要用手机看 PPT 刷课，上班族要用它处理工作、与客户沟通，商家要用它做宣传啊、制作视频啊、做推广啊。不过从总体的调研结果也能看出来，一个大家使用时长排序最高的软件还是通信类的啊。现在人们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大部分也都并非作为娱乐。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老人啊，他们基本上都表示，手机是接受信息与社会保持连接的最佳方式。一般用手机干什么呢？刷视频啊，接电话呀，玩抖音啊，看看新闻啊。还是挺喜欢玩手机的。对，因为我们退休了嘛，毕竟64岁人了，娱乐嘛。玩手机开心呢，还是出来跟姐妹玩开心？都开心呐，都开心。哎，都开心。我是发的一些有些比较重要的新闻呢，我们还是看一看，还是要关心这个国家的形势啊。毕竟那时候退休就离开了集体，多少对这个集体的这个氛围就少一些。那么就是通过手机了解社会上面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看看新闻啊，再看看文章、听小说啊，看看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自己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啊，就还是学习，然后看一些新闻、新知识这样。好的，谢谢你们。其次就是手机这个小东西，你一手就能掌控啊，相对于其他的娱乐方式，确实太方便了。别的娱乐方式你想一想，确实限制要多了啊。出门的话，你要考虑天气因素啊，要考虑朋友有没有空啊，要考虑会不会有突发的工作啊，要考虑交通时间成本啊，要考虑你娱乐方式的硬性成本啊，等等。就算是退休老人啊，即使有更多的时间跟朋友聚会，平时也要操持家务。如果是宝妈的话，那就更加不可能单独抽出很多时间进行活动。这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一样啊，把很多人群给禁锢住了。手机不需要任何提前的准备，它快进快出的这种方式，你只需要手指点2下就可以刷段子啊，打游戏啊，和朋友视频聊天啊。总结就是4个字：成本低。就是不能天天跟朋友出去是吧？就是如果你说打球的话，有时候天冷了也不想打。觉得有比手机更好的独处的娱乐方式，那为什么不去做那些？因为手机是最没有成本的。你觉得为什么比较喜欢玩手机呢？能占用多余的时间，显得自己没那么的空，就是可以打发时间。是差不多。比如说不上班的时间，为什么不出去玩？没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玩手机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娱乐方式。短视频的算法实在是太懂我们了啊！它最吸引人的，我觉得不是内容它多有趣，可能更多的是那种不确定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内容是什么，你就会一直的刷下去，刷到有趣的、打动你的啊，你几乎下意识的会分享给自己的朋友，点个赞啊，或者发个评论。多巴胺让我们痴迷于追逐这种不确定性的奖励，所以刷着刷着1-2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其实就是你感知不到手机使用时间那么长的重要原因。就像你小的时候总是好不容易偷跑去网吧啊，觉得那1个小时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样啊。而现在的智能手机或者说手机里面的内容啊，它这个魔力要更甚啊，因为它还让我们多了一种控制感，多了一种期待感，一种及时的满足感。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心知肚明，手机并不是放松的最优解啊，有的时候它还会额外制造负担。这次的问卷之中，有60%的小伙伴都或多或少的考虑过或者说尝试过改变自己使用手机的习惯啊，想减少一些。其中348人表示尝试了成功了，518人表示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啊。不过也有800多个小伙伴非常实在啊，我之前没想过。一部分小伙伴也多多少少因为爱刷手机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困扰啊，严重的比如直接耽误事儿了。调研中呢有380人表示啊，因为刷手机频繁耽误事儿。这里咱们说一个最常见的，比如说第2天你有事儿啊，前一天晚上睡前刷一会儿手机，但是越刷越睡不着，越刷越想刷，等到困的时候发现已经凌晨2-3点了，第2天精神状态就不太好。线下采访中也有很多人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对自己能意识到，就是说，因为那个刷短视频嘛，就是一个那种是买图乐嘛，就是感觉是有点浪费时间的，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如用来学习。但是能意识到，但是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同时我们还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否愿意把手机使用时间折半来去做其他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但是当问到省下来的时间你要干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露出了比较迷茫的表情。那如果每天就是减去你大概1半的玩手机的时间，然后让你去干别的，你乐意吗？干别的事，对，让你出去打球或是看电影这种也算。有时候一个人就不太想。比如说我们这样假设吧，就是让你现在每天9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缩半去干别的事情，你愿意吗？愿意啊，干什么事情？那如果让你就是把现在的手机使用时间减半，拿来做别的事情，你愿意吗？愿意吧。拿来干什么呢？比如说那些省下来的时间，图书馆卷一卷同学们，这也挺好。这说明我们对手机的依赖已经严重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啊！现在你自己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估计有不少小伙伴都已经忘记了，除了手机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生活方式？上课也在刷手机，手机中毒了。
OK， 本期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之前大家可能看到过的一个社会讨论啊，现代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戒手机呢？有没有必要先放一边啊？我肯定90%的人他根本戒不了。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哎，这又是一个劝大家放下手机的那种视频吧？长时间用手机的坏处大家都知道了，不需要我们反复的再去强调。其实我频道也出过很多这种视频了。戒掉手机，其实在现在啊，有些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大家的生活已经根本离不开手机了。现代人要碎片化的娱乐，它确确实实就是最性价比的选择。人们肯定有过这种经历啊，点的外卖到了，吃饭的时候你想看一部稍微有意思的长视频或者番剧，于是你就在视频平台翻呀翻呀翻呀翻，或者说你突然肚子有点痛啊，想上厕所来个大号，可是发现手机电量不到10%了啊，于是你又忍了5分钟啊，充到20%才能安安心心的去厕所啊。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Amazing。很多时候休息日啊，一天过下来，你感觉好像什么都没干，但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又已经到深夜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时间的使用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啊，而不是手机控制的。同时，时间也是弹性的。假如今天你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或者你很想要做某件事情，你自然而然会为它创造出来时间，为它挤出来时间。有句话叫掌控时间，掌控生命。你这段时间选择了做什么啊，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大家做好了选择，对此负责就可以了。OK， 虽然我们知道现代生活戒手机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啊，但是为了你能更好的玩手机的时候精神状态更好啊，让你打游戏也更厉害是吧？让你玩手机玩的时间更久，真的要多做运动啊，多出去运动一下。虽然我知道说这句话可能1万人里边不会有1个人真的去做一做，但是哪怕有1个人做了啊，我觉得也算没白说吧。OK， 本期视频7788聊了很多啊，如果觉得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人更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播人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